我刚出生头发就开始疯长，吓得我妈爸拿剪刀不停地剪，可她的手速根本跟不上我头发生长的速度，才10分钟，房间里就堆满了我的头发，所有人都咒骂我是妖怪，连爸妈都想摔死我。可2岁的闺蜜歪歪扭扭地路过，小胖手在我的眉心处轻轻一点，原本疯长的头发竟然瞬间恢复如初。从此我和闺蜜一起生活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工作，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这样平淡而幸福，直到我和她一起穿越了，我穿成了9000岁的小媳妇，她穿成了九皇子的正妃。甜蜜的日子过了2年，我和闺蜜终于适应了古代生活，可九皇子平定蛮夷，大获全胜，把和亲公主带回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那天我和闺蜜从首饰楼血拼回来，她抱着掐丝发簪跟我使劲炫耀，外面风铃一响，闺蜜立马警惕，宝贝，你快躲躲。我一个铲滑钻进床底，闺蜜把首饰盒一收，小手帕一抖，哀怨地倚在桌子上。九皇子刚好怒气冲冲地进门，九爷，您还知道回来？九皇子把一本《春宫图》摔得啪啪响，我竟不知大学士家的女儿也能做如此下作之事。那本《春宫图》我看过，画的是和亲公主永安在敌国为质的2、3件事。放屁！老年这4个字出来，我就知道闺蜜是无辜的，但九皇子不信。九皇子坚信这本传遍京城，逼得公主上吊自尽的《春宫图》就是出自闺蜜之手。毕竟京城人人皆知，永安公主是九皇子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而闺蜜对九皇子最是痴迷。本以为你深明大义，纵有些出格之举，也不失女儿娇憨，可你此次实在令本王失望。你一个大家之女，满嘴里说的是些什么？九皇子把书摔得更响了。妾身虽年轻，可也不会做这等见不得人的事。九爷太冤枉妾身了，为了九爷，妾身死都甘愿。如何还能去伤害九爷心尖上的女人？你混说什么？九皇子顿时提高了声音，他心虚了。当年永安公主走后，他护送公主到边境，把婚姻之事全都交托给他母妃。回来后3年不近女色，只为永安公主守身。而闺蜜嫁给九皇子的时候，竟然独守空闺一整夜，这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以至于淑妃如今看见闺蜜都心虚，赏赐跟不要钱一样往下给。不是这样吗？九爷您心里一直装着永安公主，就算妾身千变万变，一身清白又能如何？不如我就此死了吧，也省得九爷疑心于我，也省得我平白给老妇招人骂名。我不活了。阿青，阿青！九皇子慌乱抱住了闺蜜。你我夫妻7载，我自然信你。此事我再查再访，若不是你，我自还你清白。九爷，你终究是不信我。好了，是与不是，我心中自有公断。你正妃之位，我绝不会动。九皇子拂袖而去，我从床底下钻出来，闺蜜正心疼地擦着戒指。你看看，是不是磕掉漆了？她把戒指伸到我面前。别看了，你老公都要跟人跑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该收心了吧？我扯过一把瓜子。其实他不敢动我的，我爹会发动天下学子一起骂他，名垂千古那种。所以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他平时对我也挺好的。看着闺蜜亮晶晶的眼睛，我噎了一口气。再劝你，我是狗。虽是这么说，闺蜜，我心下也有一些不安。当初永安公主入宫，一直是9000岁随侍，就连之后的八王案，京城血流成河，永安公主的母家依旧安然无恙。要说9000岁对永安公主一点心思都没有，谁都不信。但我还是有些侥幸心理，毕竟9000岁处处都合我心意，所以我给闺蜜抱了只狗后，就狗狗嗖嗖的回家了。刚进家门，就看见9000岁端坐太师椅，好看的手指捧着冰玉盏，都分不出来玉盏好看还是她手好看。去哪儿了？她低垂着眼，声音如晨钟暮鼓，我不由哆嗦了一下，兴奋的。谁能想到，她一个太监竟然长这么好看，浑身清冷的气息，禁欲又叫人欲罢不能。我去看看外面的风景。我轻声说道。过来。她放下手中茶碗，一双眸子就跟会吸魂一样。我刚过去，就被她扣住腰际，按压在小小的茶桌之上。玉盏落在地上碎了，溅了一地水渍。其实风也有风的好，太监的妙处就在于见多识广。她抱着我抵死缠绵。宋景，你说你只爱我一人？我抱住她劲瘦的腰身，她动作顿住，并未回应我，只是手下的动作狠了几分。9000岁，永安公主夜中惊魂，请您前去。小太监的声音传进来，搅扰了一堂春意。宋景猛然停住，这突然的抽离让我肉体十分不适。不要走！我伸手拉住了她。我穿越过来，没有闺蜜命好，跟宋景只是次对时。这些年，我尽心尽力养好一朵趋炎附势的小白花。宋景的事，我从不过问，他对我也很满意，给了我应有的体面。知道我爱财，他那些银子随便我花。可今天这个举动显然超越了小白花的范畴。宋景，我不想你走。公主生病自有太医，可我只有你。他那双眼睛太过冰冷，跟他对视，我都忍不住哆嗦，强行挤出2滴眼泪。宋景好看的手指拿着他的玉带腰绳，缠住我2个手腕，一圈一圈，好似情人的抚摸，我却更加害怕了。当年他杀的京城血流成溪，也是这般温柔的神情。多少大官一见他，还未开口就先腿软。叶昭，跟我那日我就说过，你要乖乖的。他把我吊在墙上，拍了拍我的头。乖，
好好反思。我眼睁睁看着她衣袂翻飞，消失在视线里。随着最后一缕香风消散，我心头的热火彻底被浇灭。很好，作为瓜田里经年老茶，我能鉴定这个永安公主跟9000岁绝对有一腿，而且是无法割舍的那种。跑，必须得跑，我还得忽悠闺蜜一起跑。在跟闺蜜见面时，已经是5天后了。这死太监吊了我2日，我还以为自己要成风干肉了。可他人没回来，只是让手底下小太监放我下来。御花园里，我跟闺蜜占据了最高的凉亭，一览众山小。那死太监是真下手。我摸着手腕上还没消散的痕迹，龇牙咧嘴。闺蜜神情黯淡，悠悠叹气。九皇子心是真跑了，这几日请了宫中嬷嬷教我规矩。她翻开了一层层衣袖，里面是竹条抽的红痕。这2个男人是彻底变心了，不能要了。我和闺蜜埋头一顿商量，准备消失，不伺候了。可她是正妃，又是大学士之女，绝不能凭空消失，否则皇家能把整个京城翻过来。我是死太监对时，依照死太监那个脾性，我若是突然不见，他手下能化身猎犬，掘地3尺。得想个他们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周全之法。不然死遁呢？我和闺蜜对视一眼，达成协议。我攒了不少，走啊，挥霍。我借用职位之便，在江南买了院子，门对门，小厮清一色戏班出身。走啊，享受。好品味，不愧是嫡掌柜，知道我爱这一口。我跟闺蜜互相击掌。死太监阴狠冷静，我先死遁，乱他心神。九皇子为皇家颜面，不能大肆宣传。闺蜜后死，替我扫尾。那日之后，我见到死太监，就满眼黯然神伤。我知道我不配您的爱，但您能不能分给我一点点？只要一点点就好。这几天我特意没吃饭，配上一身白衣服，多少有点风中飘零的感觉。死太监最讨厌柔柔弱弱还矫情的女人，我不信他不恶心我。果然，他眉头皱起。叶昭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在千岁爷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把戏，对吧？无论怎么样，我都比不上公主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冰冷地看着我。我扶着美人靠坐下，死咬着下唇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也是，我一个宫女能被千岁爷救一条命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如何还能再肖想千岁爷的爱？可是我忍不住。千岁爷，这么多年，你对我就没有半分情愫。我无数次告诉自己，不能对您动心，可我控制不住。你在我眼里就像一束光，独独照耀我的光，任何人都比不过。荒唐！死太监扔下这一句，大步离开。我趴在美人靠上，使劲挤压自己。不行，忍住，再忍一会儿，千万不能笑出来。他还没走远呢。之后几天，死太监果然没回来。利用这几天空隙，我把能收集到的金银珠宝全都打好包裹，确保我能一气带走。闺蜜那边也进行得很顺利。现在九皇子看见她就是横眉冷目，恨不得永安公主走路绊了一下都得说是她提前设计的。对于这件事，闺蜜很心痛。她捂着胸口跟我说，以前她就是真的干了，九皇子都替她开脱，如今她没干，百般辩驳，九皇子连听都不听。男人啊！我感慨了一声。这么一看，那个死太监还挺不错，他对我的惩罚就是不理我，至少没搓磨我。地下会议刚散，我就说嘴打嘴了。叶昭姑娘，如今你也不在青迎娘娘宫里伺候了，就去大殿轮值吧。对了，这些是永安公主的衣物，可小心这鞋，弄坏了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小太监特有的尖细嗓音，没嘲讽都跟嘲讽了似的，更别说故意开嘲讽。我浑身难受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若非死太监默许，他们怎么敢难为9000岁的对时？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还要为死遁找借口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彻底经历了万恶的封建社会。大殿里举灯跪一夜，第2日还要清洗衣物，都是常事。永安公主那还时不时过来找事，不是这个不干净，就是那个起皱了。9000岁说了，叶昭姑姑做事最为妥帖，每每都要扔下这一句。自此之后，我除了在大殿里跪，还要到永安公主宫门口跪。每日我都能看见死太监和九皇子进进出出。死太监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我，倒是对永安公主十分上心，连吃个水果都要吩咐我细细切好，要冰的爽口，又不能太凉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身子实在受不住，跪身时歪了一下，永安公主身边嬷嬷抬手就给我一耳光。我眼神一亮，瞬间把另一边脸送上去。那个嬷嬷也是顺手了，很是配合的又给了我一耳光。我跌倒在地，正好看见那双金丝云纹的靴子。穿靴子的人还是原来那个，只是靴子上面我绣的丑兰花不见了。9000岁，我盈盈含泪抬头看向他，他还是俊美如神奇，可他那双眸子不再分给我半寸怜惜，连余光也没有，跨过我直径向永安公主走去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能打叶昭姑姑呢？9000岁，是下面宫人不小事，我给叶昭姑姑赔礼。
方才还看好戏的永安公主，这会儿捏着帕子，泪光点点。她还没等蹲下去，就被死太监一把扶住。不过是个奴才而已，公主打死也无妨。不过是个奴才而已，打死无妨。我脑中短暂地嗡了一声，这样也好，至少我走得无牵无挂。我按照规矩谢了恩离开，走到御花园内的荷花池，扑通一声跳了下去。入水的瞬间，我听见岸上杂乱的声音，拼命往下游。不过片刻就摸到了水底暗道，把提前准备好的死士拽出，我从暗道一路摸进九皇子府，水灵灵地站在闺蜜床头。妈呀！闺蜜跳起来，你就这么水灵灵的过来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刚从水里上来，我也想不水灵灵。快点，该你死了，给你3天时间。这3天内，闺蜜疯狂去永安公主前刷存在感。从宫里回来，闺蜜犹犹豫豫地看向我，昭昭，要不你再给9000岁一个机会？那个太监疯了，他要把荷花池的水放干。宫里荷花池是活水，除非有现代的抽水泵，不然想放干简直天方夜谭。我抱起之前送来的多福，来，叫娘。看着多福憨憨的狗脸，闺蜜把花咽下去，转头给九皇子煲汤。接连2日，九皇子关紧她送花，九皇子策马踏地边，主打一个夫唱妇随。2日之后，永安公主派人请她入宫一叙。从宫中回来，我跟闺蜜就急急忙忙收拾行李，安排马车。果然，天色刚刚擦黑，宫里就传出来永安公主中毒的消息。九皇子冲进来，一耳光把闺蜜扇倒。平日温文尔雅的她，此时愤怒得格外狰狞。你给永安吃了什么？他腹中还有小儿郎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？要是永安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闺蜜摸着了，跟躲在衣柜里的我四目相对，我俩拼命错开视线，不然就笑出来了。九爷不信我，是永安公主请我前去的，我能做什么？闺蜜哽咽道。九皇子来回走着，焦躁不安。你能做什么？平日你就处处看永安不顺眼，往他还跟我说想跟你修好，他与国有功，你就这么容不下他？妾在九爷心里就是如此小肚鸡肠之人。闺蜜哭的声音越发悲痛。此时宫里来人叫九皇子前去，说是永安公主醒了。九皇子匆匆离去。快点准备东西。闺蜜把我从衣柜里揪出来。她身为九皇妃，死的阵仗得大点，我俩上上下下的忙活。宫内，九皇子急匆匆入宫，就看见永安公主如同病美人一般躺在床上。一见她，虚弱地坐起身子。你别动，孩子呢？永安公主眼圈泛红，低头抚摸着腹部，轻轻摇头。孩子没了，永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。九哥，永安一把拉住九皇子，含泪带笑。我叫你来，就是怕你们夫妻不和。我没事的，这孩子本也是个孽种。她哭着，眼泪一滴一滴落下，不胜娇弱。我本也是不洁之人，就该死在敌国，才能成全公主之名。可我偏偏命贱，怎么就没死呢？回来又因醉酒，跟九哥你珠胎暗结。我如今也好，没了这孽障，日后九哥与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唯望九哥与嫂嫂夫妻恩爱。永安哭着抹泪，九皇子眉头紧锁。站在他身侧的嬷嬷突然开口：公主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？明明那毒就是九皇妃下的，太医院都查出来了，是慢性毒药，至少要3、5日后才发作，到时九皇妃就能洗脱嫌疑。只是九皇妃没想到，公主您腹中有了孩子，体质较弱，才即刻发作。她都如此算计您了，您为什么还要替她说话？住嘴！永安等他说完，才娇斥一声：我不想让九哥哥难做。好毒妇，我这就休了他。九皇子，九皇妃她小太监从外面进来。他又要做什么？她自焚了，以证清白。9000岁从外面进来，平日冷峻的眸子此时染上了血色。他冷冷地看向永安公主，唇角笑意讥讽：永安公主，你真的中毒了？又或者说，你腹中果真有孩子？9000岁把证据甩到2人面前。永安公主并未有孕，更没有中毒，一切都只是她设下的圈套。宋景看见了我留的遗书，我把这些日子受的委屈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最后我还留下一句：君心不在，妾常念，唯愿妾身护君身。傻子也该知道，我死的蹊跷，并非单单为情所困。宋景只要一查就能知道，都有谁欺负过我。以他的能力，顺藤摸瓜查出点别的也是必然的事。你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九皇子盯着永安公主，永安公主慌了，可她根本来不及解释。九皇子转身离去。9000岁一招手，他手下太监就把永安公主绑走了。九皇子府上大火滔天。阿青，九皇子恍若疯了一样冲向火中。京城的九皇妃和叶昭姑姑死了。
江南别院多出2个快乐的贵妇人，我跟闺蜜靠在一起，幸福地喝着快乐肥仔水。这奶茶还是得加点小料才好吃。闺蜜感慨道。旁边的嘘声剑眉星目，阳光温柔。姐姐，虽然我不知道小料是什么，但可以给您唱一曲。唱，就喜欢听你唱。闺蜜眼神一亮，坐在我身边，冷峻阴柔的小声也不甘示弱。昭昭妹妹，我这儿有个小料，你想不想听？讲好了，姐姐疼你。我兴奋地躺倒，枕着她大腿。这个小生比我还能吃瓜，她这回讲的是京城的新鲜事。我和闺蜜对视一眼，没想到9000岁和九皇子竟不相信我们死了。御花园的荷花池真的被9000岁放干了，为了找我们九皇子发皇榜，召集能人异士。至于为什么发皇榜，因为九皇子登基了。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我和闺蜜慌了一阵，但一想到江南距京城千里之遥，皇上广域四海，日理万机，想必找不过来，也就放心了。继续在江南一隅猛猛快乐。姐姐，安生求见。外面有仆役进来，一听见安生的名字，闺蜜瞬间坐好，连眉头都皱起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我偏头看向闺蜜，这个安生也是个穷书生，不过是家中变故，死了的爹，多病的娘，能作的弟弟和破碎的他，平时高贵冷艳，每次找闺蜜都是有事，偏偏闺蜜就是喜欢他这一挂。安生从外面进来，那张脸跟九皇子有7分相似，我就说闺蜜忘不了九皇子，为此我还把多福放在他这儿养，但是他自己就是不承认，还天天反问我，就不想9000岁吗？反正他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。见过姐姐。安生从外面进来，行礼时耳朵尖尖都红了，姐姐2个字偏偏被他叫出几分旖旎。闺蜜眼睛都被勾直了，跟见到漂亮女子的地主老财一样。过来，你有什么事跟姐姐说。闺蜜色眯眯地摸着安生的手，安生没动，脸上更是发红。我考上秀才了，姐姐能不能同我回家看看我娘？说着，她拿了玉镯出来，这是我家传的宝贝，虽不如姐姐的，可也算一份心意。姐姐。高岭之花突然低头了，我闺蜜一下被吊成翘嘴了。看着她一身一身换衣服，我抱着多福一起站在旁边叹气。你真喜欢上安生了？闺蜜手停了一下，而后摇了摇头。她说她母亲重病不起，怕撑不住了，只想看看她媳妇。我沉默了。闺蜜妈妈当年重病，就想看一眼闺蜜的男朋友，可她男朋友各种借口推拒，以至于她母亲死时都没能闭上眼，一直念叨着没有父母把关，以后妮儿被欺负了怎么办？这是闺蜜心口的一根刺。马车还未动，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一抹明黄。你还真打算去见婆婆？听见咬牙切齿的声音，我暗道不好，直接翻墙进了闺蜜院子。完了，九皇子找来了，你先换我的衣服，快跑！我扯着闺蜜骂骂咧咧，肯定是安生大司把我们2个卖了。这万恶的封建社会，皇上才是一切的主宰。那你呢？闺蜜把着地道入口。九皇子又不是死太监，我一会儿翻墙出去。我一杵子给他怼进去，把地道入口掩好。外面军队齐刷刷的脚步声响起，他们把我院子给围了。我把院子里唱刀马旦的小厮都集中到一起，全部打扮换装，一半扮成我闺蜜，另一半扮成我，一起从院子里面冲出去。外面官兵虽多，但应是得了令，不可伤人。我坐马跃出包围圈，连头都不敢回。这马是我万两银子收的宝驹，平日连骑都舍不得骑，没想到今日竟救我狗命。我一路向北，还不等走到约定地点，就看见了9000岁发的榜。他竟然把陪我们一起快乐的戏子全都抓了，不日不见我就凌迟一个。我站在榜门前，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。他果然知道如何威胁我。我寻了当地县衙，让他们800里加急，把我的消息报给9000岁，顺便送我回京。这一路我连吃带玩，报复消费。等到了京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这鬼日的京城，姑奶奶又被迫回来了。和9000岁见面时，他又端着玉盏，纤长好看的手指慢慢摩挲着杯口。我使劲转看目光，这厮当真知道该如何勾引我。公主死了，与我何干？我梗起脖子，我杀的。我震惊转头看向他，那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吗？这男人为我把白月光杀了。公主早就不是之前的公主了，听说你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宋景微微垂下眸，没了那双清冷的眸子，她显得无辜又脆弱。这样的反差几乎把我脑子杀没了。宋景慢悠悠地跟我讲我们走后的事，他真的知道如何拿捏我，每日只讲一段。我为了听完，每天都不敢撵他。自我和闺蜜自焚后，他把永安公主锁起来，严刑拷打。他的那些手段就没有撬不开的嘴。永安公主什么都说了，真正的永安公主在大战的时候已经死了，跟敌国君主同饮毒酒，这才造成敌国大乱，让九皇子趁虚而入，大破敌军，还留下了血书，要以身殉国，互牵在河山。如今的永安公主只是一个借了公主身子的孤魂，她
他怕回国的日子不好过，知道九皇子对他有情，就故意算计九皇子，让他醉酒之后自以为犯下大错。得知闺蜜的存在后，更是以身孕要挟。至于宋景，那就是他准备好的备胎。他之所以那么对我，是想让宋景对他死心塌地。他还想借用我和九皇子的势力登基为帝，甚至临死时口口声声问我为何女子不能为帝。宋景唇角勾起讥讽的笑意，其实并非女子不能为帝，而是为帝者需靠权谋果决，绝非情爱。昭昭，我同公主并无私情，只为报恩而已。他同我讲了幼时的故事。做太监的都不容易，尤其是小太监。贵人一言一语，或许对他们就是救命之恩。他对公主好，也只是为了报恩。那日你问我爱不爱你，我并未出声。昭昭，我亦无根之人，如何说爱？也并非不想见你，只是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心。我师父说过，做太监的最忌讳友情，太监爱上谁，那就是害了谁。他声音无尽落寞，不见半丝9000岁的威风。我扶着窗棂站起身，看着茜纱窗外那抹的笔挺身影。我并非看不见你受苦，你我都是宫中之人，最应懂宫中规矩。直到我听他说你并非此间之人。宋景机不可闻地叹息一声，我扶着窗棂的手一紧，应着声音。既然9000岁知道了，那也该知道我对你心死了。昭昭，你跟我说一句实话，你并非此间之人，你当真爱过我吗？爱过。宋景又坐了一时才走。我开门出去，窗下有几滴水痕。得知闺蜜也被带回来了，我不吃不喝，闹着要见闺蜜。把饭吃了，我带你去见。我草草吃了2口，实在没有胃口。九皇子如今可不是皇子，是在这封建社会金口玉言的皇上。他一个不高兴，闺蜜全家都得躺板板。我见到闺蜜时，她躺在床上，瘦骨嶙峋，连呼吸都在耗费她的力气。你怎么这样了？我看着她，又哭又笑。昭昭，你觉得我像不像女主？她追，她逃，她插翅难飞。我哭得更狠，这没良心的东西。那你现在演到哪儿了？追妻火葬场？闺蜜苦笑一下，她接受不了九皇子3宫6院，九皇子不可能立她为后，也不可能对她交房独宠。做了帝王，天下就比任何事都重要。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宠冠6宫的皇贵妃，哪个她都不能放弃。昭昭，我是真的喜欢过她，只是再喜欢，我也不能放在身边恶心自己。放手了，就真的放手了。她微微侧头，像风中即将消散的干花。我抱着她嚎啕痛哭。在现代时，我们总幻想到古代当一个病弱美人，嫁个有钱有势、天天不回家的老公，猛猛快乐。可真的实现了，怎么会这么难过？从闺蜜那儿回来之后，我开始郁郁寡欢。宋景也好像突然忙了，10日有9日不在家中。我虽然自由，去哪里也不愿去。看着白日变成黑夜，看着太阳变成月亮，我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。闺蜜突然派小宫女来找我，一进宫，她就拉住我，小声蛐蛐：“昭昭，想不想回现代？你不是饿迷糊了吧？还能回去吗？大妹子，我现在一顿能啃一个猪蹄，你饿迷糊我都迷糊不了。”闺蜜瞪了我一眼，我这才细细打量她，果然脸色比之前红润了不少。她是无意中翻到了一本书，记载了穿越过去未来的办法，而且在书中所写，未来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。我问国师了，他说他行。国师是不是贼帅？我沉默了，看着闺蜜，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个。昭昭，万一呢？死马当活马医，还是说你舍不得你家9000岁？行，试试。9000岁，我当然喜欢，但我受不了封建王朝的压迫，更不可能因为一个男人，一个莫须有的未知数，就扔掉自己的后半生。我和闺蜜苟苟且且的把所有首饰都卖了，全换了银子拿给国师。国师也十分给力，仅仅1个月的时间就把一切物品准备好了。我和闺蜜站在京城院落里的时候，手心都紧张的出汗。你说咱们会不会回去的时候传送失误，然后变成半个人？这样以后就不怕被问为什么一个人逛街了。闭嘴！我顺手把多福的嘴一起掐上，眼看着四周升起的金光，就在金光收敛的最后一刻，2道人影从远处飞驰而来。回到现代，我和闺蜜一直惴惴不安，因为我们真的把多福带回来了，更因为就在金光收敛的最后一刻，九皇子和9000岁也跟着冲了进来。他们不会也穿越来了吧？闺蜜正跟一个学弟聊得火热，给了我一个白眼。你就放心吧，咱们是回家，他们是什么？不可能的。真的不可能吗？我看了看脚底下撒娇的多福，这狗子比我还会享受。自从来了现代，没几天就适应了空调，现在不开空调就开始哼唧。空调开机声比圣旨都好使。
咱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，然后吃个火锅。夏天跟火锅最配了。正好我还约了几个小学弟，一个比一个帅。闺蜜兴奋地说道。我看着她桌面上还没来得及收起的画像。是吗？比九皇子帅。闺蜜转身抱着手机。学弟晚上记得穿运动装，白球鞋，学姐好搭衣服。我无奈笑了笑，抱着多福摸了2把。天色暗下来，也凉爽了许多。直到我跟闺蜜站在电影院前，两人面面相觑。这就是你约的学弟？我眼皮一下一下的跳。闺蜜不敢置信，拿着手机哆哆嗦嗦拨通了电话。喂，前面跟九皇子一模一样，穿着运动服、白球鞋的帅气学弟接起电话，冲我们挑了挑眉头。学姐，别来无恙。我跟闺蜜妈呀一声，转头就跑。可9000岁就堵在我前面。昭昭，还跑？是我对你太过宽纵。她一把抱起我，压低了声音。昭昭，我现在可以说爱了。而我耳边又响起九皇子咬牙切齿的声音。若无朕的允许，你以为国师如何敢为你2人做法？后来宋景果然见多识广，他们竟然是胎穿。而那将近半年的时间没理我，竟是为了安顿朝廷。皇位被九皇子传给了14王爷，他们2个就义无反顾地来找我们了。昭昭，做男人的感觉果然不一样。你是喜欢现在，还是喜欢以前？我都行。宋景贴在我耳边，一本正经说着没羞没臊的话。我被炸得满脸通红，一扭头就看见闺蜜跟九皇子腻乎。阿青，你总说我不懂你。你看，奶茶、蛋糕、切好的水果，还有我给你安顿好的家，爱你。我面无表情转回头，抱住宋景的脖子。还是宋景好，不会让我牙酸，只会让我腰酸。